你今天来的挺早，不过你看起来没有休息好。昨晚确实没睡好，电脑留在公司了，工作里的火气却跟着我回了家。这句话听起来不只是累。昨晚发生什么了？临下班时，我的方案被退了回来。会议结束以后，工作群还在不停响。我一边回家一边回答新的问题。走进电梯时，我还盯着手机。所以你虽然已经离开公司，注意力还没有离开。对，我进门以后，家里人问我晚饭想吃什么，他只是问了一句很普通的话，我却马上说：“别再拿这些事儿来烦我。”他听到以后是什么反应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就不说话了。我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语气很重，可是我心里又有一点委屈。我会想，他怎么连我这么累都看不出来？你一边后悔自己伤了人，一边又觉得那股火气不是毫无原因。就是这样。最让我困惑的是，那句话明明很普通，为什么我听见的却像另一个要求？因为你当时已经在不停处理问题，那份压力让你把普通问话听成了又一个任务。我们把真正说出的话和你听到的意思分开看。家里人问的是晚饭想吃什么，你当时听到的完整意思又是什么？我听见的是，你还不能休息，你必须继续做决定，而且没有人在意你已经很累了。这两段话之间多出了很多内容，那些内容不是家里人说的，是你当时的压力替这句话加上的解释。那是不是说明我只是想多了？不是，你的疲惫、烦躁和委屈都真实发生了。需要核对的是这些感受能够证明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我可以确定自己很难受，却不能只凭难受就确定他不关心我。对，感受是真的，解释却仍然需要核实。这不是否定自己，而是让自己的判断更准确。我以前很容易把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只要我觉得被忽略，就认定对方在忽略我。我也曾经很怕听到“情绪不等于事实”这句话，有时会被说成“你太敏感了”，好像只要判断可能有误，感受也不值得理会。我刚才也担心这一点。如果总要怀疑自己的感受，人会不会更不相信自己？会，所以不能停在你可能想错了，还要继续问这份感受正在反映什么。它首先反映的是你怎样经历了那个时刻，它不能直接告诉你家里人心里怎么想。这样说就清楚多了。我昨晚的烦躁说明我承受不住了，它不等于他故意又给我增加负担。没错，你既没有把自己的感受赶走，也没有马上断定对方不关心你，可是如果情绪不能直接告诉我事实，为什么还要听他？因为它会把你的注意力拉向某个重要地方。它可能在提醒你压力已经太大了，也可能提醒你界限被越过，或者你在关系里受了伤。只是这些都还是需要检查的方向。不是现成答案，而是一条线索。对，我会把它想成汽车上的警示灯，灯亮了，说明有些地方值得检查。可是它不会自动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如果我拿东西盖住灯，问题可能还在。是的，可如果让警示灯替你握方向盘也很危险。耶，它负责提醒你，不能负责决定你往哪里开。把这个比喻放到昨晚的场景里，烦躁就是那盏灯，它在提醒我，我已经没有多少精力了。它不是命令我用很冲的语气说话。而且灯亮起来时，原因可能不止一个。你需要回到当时的过程，看它发生了什么。那就从进门以前开始吧。我在电梯里一直咬着牙，肩膀也很紧，手里还握着手机。每来一条消息，我都觉得又多了一件事。那时候，你最希望回家以后发生什么？我希望先安静一会儿，我不想再解释，也不想再选择，哪怕只做10分钟也好。你进门以后把这个需要说出来了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家人应该自己看得出来。他一问晚饭，我就更觉得自己没有被看见。所以让你发火的不只是晚饭这件小事，你那一刻的反应里还有一天积累下来的压力。那时你已经没有余力继续做决定，你又期待家里人不用说就能理解你。这样回想，我的生气里面不只有生气，
还有疲惫、焦虑和一种无力感。我最怕的是又出现一件必须马上解决的事。把感受说具体以后，你现在需要解决什么？我需要的不是让家里人闭嘴，我需要暂时不用再做决定。我也需要让他知道，我不是在针对他。把感受说具体，就会带来这样的变化。它不保证情绪马上消失，可是它会让你看清自己真正需要解决什么。只说我很生气时，我会觉得问题全在他身上。看见自己的疲惫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需要先休息。还有两句话也很容易被混在一起，一句是“我觉得自己没有被看见”，另一句是“你根本不在乎我”。第一句是在描述我的经历，第二句却在判断对方是怎样的人。对，第一句让对方知道你此刻的感受，第二句却直接断定了对方心里怎么想。难怪第二句话一出口，对话就很难继续。对方只能忙着证明自己不是那种人，晚饭和我的疲惫反而都没人处理了。所以认真听情绪，不是寻找一个更有力的指责，是从他提供的线索里看见自己正在承受什么。不过真实情况里，情绪往往来得很快，我不一定有能力把这些都分析一遍。确实不一定，给自己留出选择空间，不等于要当场完成心理分析。刚开始，只要不立刻照着最初的冲动去做，你就已经多了一点选择。也就是先暂停一下。可以暂停，但暂停不是一个保证冷静的神奇动作，它只是把决定稍微往后放。那我昨晚可以怎么说？可以先说明你现在没办法做决定，再说你需要安静一会儿，并约好什么时候回来。如果回到门口，你会怎样把这些话说出来？我会先说，我现在没办法再做决定，我需要一点安静，但愿意稍后回来。那就把这两件事说出来。我可以说，我知道你只是在问晚饭，可是我现在脑子很乱，真的选不出来，能不能给我10分钟？7点我们再一起决定。这次你没有要求情绪先消失，你只是没有照着最初的冲动去攻击对方。而且我说了什么时候回来，如果只说别烦我，他只能站在那里猜。这就是暂停和消失的区别，说明什么时候回来，对方才知道这段对话还会继续。可是如果他回答我只是问一句，有必要这样吗？我可能又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。那股委屈可能还会回来，你不需要假装它不存在，但你仍然可以先回应他真正问的内容。我可以说有必要，因为我现在确实很累。这句话虽然诚实，听起来还是在顶回去。你真正希望他理解什么？我希望他知道，问题不是他问错了，是我现在没有能力马上做决定。那就直接说这一点。我知道你只是问晚饭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是我现在太紧张，需要先缓一缓。7点我会回来，我们再一起选。这几句话不算特别漂亮，却很真实。可是对方不用猜自己为什么突然被推开。我也不用假装自己心情很好，我仍然很烦，只是没有再把烦躁丢给他。对，有选择不等于永远平静。面对同一种感受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行动。那如果家里人真的说了不尊重我的话呢？我还要先怀疑是不是自己解释错了吗？不需要把所有问题都归到自己身上。如果对方明确攻击你，眼前的事实已经不同，这时情绪可能确实在提醒你，有人越过了你的界限。比如他说你每天都这样，真没用。这不是你从普通问句里猜出来的意思，这是对方真正说出的评价。那我自己决定怎样回应，也不等于必须温和的接受这些话。当然不等于，你可以说我愿意讨论晚饭和我的状态，但我不能接受你这样评价我。我们都冷静一点，以后再谈。这句话很坚定，也直接回应了真正的问题。他不是把家里人整个变成敌人。所以检查事实不是让人永远责怪自己，是为了先看清真正发生了什么，再决定怎样回应。回到昨晚，真正发生的是他问了晚饭，伤人的话来自我，不是来自他。
那已经发生的伤害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我需要道歉，而且不能一开口就说我昨天工作太累了，为什么不能先解释？因为那会像是在请他先理解我。可是昨晚被突然推开的人是他，我应该先承认自己做了什么。你准备怎么说？我会说昨晚你只是问我晚饭，我却用很冲的语气叫你别烦我，那样说伤人也不公平，对不起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会解释，我回家时一直很紧张，那种状态让我很难在说重话前停一下，但它不是你应该承受那种语气的理由。你是在为自己的表达和造成的伤害道歉，你不是在为疲惫或烦躁本身道歉。对，如果连自己的感受也否定，我只会再次把它压下去。如果我只强调自己的感受有原因，又会变成推卸责任。现在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。你当时真的很难受，也真的伤了人。这比说我就是脾气差具体得多。否定整个人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没救了。看清这个过程，我才知道下次可以在说重话前暂停。也要承认，人不是每次都能在说重话前停住。疲惫和情绪强度确实会让选择变难。没做到不等于你是一个坏人。可是事情过去以后，我仍然可以修复这段关系，也可以为下一次设置一个更早的提醒。比如什么提醒？如果我进电梯时还在咬牙盯手机，我就知道自己还没走出工作状态。我可以进门前先发一条消息，告诉家里人我今天需要先安静一会儿。这不是保证你再也不会发火，只是让选择不必等到最后一秒才出现。我想再试一次昨晚的对话，这次我不要求自己马上变得轻松。好，你刚进门，我还是问同一句话：晚饭想吃什么？我知道你只是在问晚饭，我现在很累，脑子里还全是工作。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我想先安静10分钟。7点我们再一起决定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先看看冰箱里有什么，7点再叫你。这一次我还是疲惫，也还是不想做决定。可是我没有把问话听成不关心我的证明，家里人也不用承受我从工作中带回来的火气。晚饭的问题没有变，情绪也没有立刻消失。变化的是，你没有让3件事挤在一起。哪3件事？实际发生的是，你自动加上的意思，还有你准备采取的行动。以前他们出现的太快，他一问我就觉得自己被忽略，一觉得被忽略，我就马上把他推开。现在你先把感受当成一条线索，它提醒你自己可能已经承受了太多压力。接着你在核对事实，决定自己真正想保护什么。昨晚我真正想保护的是休息，也是关系。如果真的受到攻击，我还可以保护自己的界限。所以你的回应不一定温和，也不一定完美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符合真正发生的事，也更接近你希望事情最后变成的样子。我现在不会再问怎样才能永远不生气，我更想问，生气出现以后，我还有什么选择？这也是今天最值得带走的问题。情绪变强时，可以先问他在提醒我什么，再问下一句话：我真正想保护什么？情绪可以提醒我注意眼前的问题，但它不能替我给别人下结论，也不能替我决定下一句话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起思考，也一起练中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